多肉界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大家都在说多肉植物太可怕了，这让很多肉友百思不得其解。刚开始我也觉得纳闷，直到看完肉友的分析，我觉得并非没有道理。多肉色彩艳丽，颜色多变，外形呆萌可爱，初登场的时候就因奇特的外形俘获了很多花友的心。特别痴迷的花友还特意为它做了一首诗，黛青多肉色渐变，脉络清晰有积淀。试问绿植梦几许，绝美姿态舞人间。但最近可不得了了，听说多肉植物最近被很多人拉入了黑名单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来详细说说为什么可爱的多肉会被拉入黑名单。看完花友给出的6点原因后，告诉我你是否同意他们的说法，特别是新手朋友，对你是否养多肉或许是个有利的参考。1. 动不动就黑腐化水。第一个被拉黑的原因就是因为极其容易化水，这一点相信养过多肉的都有感触。平时长得好好的多肉，突然之间就黑腐化水了，这是令花友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。尤其进入夏季以后，温度比较高，通风条件不是特别好，若是浇水太多，更是会让叶片发黑腐烂，弱化整体的长势。而想要多肉避免出现黑腐化水的情况，首先就要多通风，促进叶片的呼吸，同时做好降温的措施。浇水时要控制好量，不要让土壤出现积水的情况，最好等到土壤干透以后再一次性浇透。2. 度夏困难。如果问各位阳台党，多肉的缺点是什么？应该很多花友都会说是耐热能力弱。确实，无论是哪一个多肉品种，如果在高温夏季没有做好遮阴控水的工作，大概率都会收空盆的。原因特别简单，一般温度超过30摄氏度之后，多肉就会停止生长，此时持续暴晒，水分大量流失，即便浇水，根系也无法正常吸收，慢慢叶片就会干瘪发黄，甚至有时候还会因为冷热刺激、细菌滋生、病害感染等原因，导致多肉的叶片化水、腐烂，最终以收空盆为结局。即便多肉价格再便宜，也架不住年年夏季收空盆的打击，也难怪会被拉入黑名单。当然，想提高多肉度夏的成功率也是有方法。当温度高于30摄氏度，及时将多肉搬到比较阴凉的位置，减少养分流失，缩短日晒时间。此时的浇水频率也需要调整，避免突然的冷热刺激或环境潮湿滋生细菌，破坏多肉的生长。保持通风状态，就可以提高多肉度夏的成功率。3. 叶片不易上色。90%以上的人喜欢多肉，主要是因为它肥美鲜艳的叶片散发出的魅力。但是在实际养护多肉期间，它的叶子很难顺利上色，经常是一副绿油油的状态，就像一棵杂草一样，观赏价值大大降低。很多人就是等也等不到果冻色，所以就把它拉入了黑名单。但其实想让多肉的叶片顺利上色，除了多晒太阳以外，还要制造一定的温差环境，比如白天和晚上的温度要相差10度左右。经过温差刺激的多肉也会产生较多的花青素，让叶片从绿油油的状态转变为鲜艳多姿的色彩。4. 耐寒性较差。多肉的耐寒性就非常差，当温度下降到5度以后，就很容易冻伤叶片，让叶片出现发软甚至腐烂的情况，这是多肉致命的弱点，这也是很多冬季气温低的花友不再喜欢多肉的原因。说到冬季的养护，要把多肉挪到温暖的室内养护，把最低温度控制在10度以上。北方地区的气温偏低，可以通过开空调或者地暖的方式来增温。5. 株型容易杂乱。你有没有发现多肉在生长期间很容易出现徒长的情况？而多肉一旦徒长，它的茎节就会拉长，叶片就会显得过于繁茂，影响到整体的株型，甚至还会给人一种杂乱无章的视觉感受，大大降低了多肉的颜值，所以很多人也就不再喜欢了。想要多肉时刻保持优美的株型，就要控制好氮肥的施加量，同时减少浇水的频率。另外还要让多肉多晒太阳，最起码保证每天的光照时间不低于6个小时，这样就能让多肉长得健壮有力，不会出现徒长的现象。6. 生长有差异。养多肉看生长环境，如果是在开挂区，如云南，即便将多肉直接扔在大街上，它也可以正常生长。可是如果是非开挂区，
即便悉心呵护，多肉连一片新叶都不长，甚至还会无缘无故就烂根黄叶。因此，有些人觉得多肉特别娇气难养，明明配置了透气的土壤，浇水也及时，可是它还是一直灰蒙蒙、呆呆的，大半年都没有什么变化，严重打击了养多肉的积极性。久而久之，便对多肉感到无感了。上面就是花友们总结的多肉被拉入黑名单的6点原因，但多肉除了本身不容易养护，很多花友们把它拉入黑名单之外，有些多肉本身就是招黑的体质，不是资深的玩家，建议尽量远离，尤其是新手肉友。容易招黑的多肉品种： 1. 雨滴。雨滴属于景天科拟石莲属的多肉植物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叶片上带有油状凸起，远远看上去好像残留在叶子上的水滴，因此才有了雨滴这个名字。因为叶片上有油状物，让雨滴变成了争议特别大的品种。有的人觉得这样的造型很特别，特别是秋季上色之后，紫红色的叶子配上水滴的造型很别致。不喜欢的人则会觉得它非常丑，尤其是光照不足或者养分不够的时候，水滴的叶片会变薄，再配上油籽，很像叶子上爬了一堆介壳虫。 2. 熊童子。熊童子是景天科银波锦属植物的被子多肉植物，它的老家在非洲的纳米比亚地区。熊童子的每个叶片表面天生带有一层白色的绒毛，叶片顶部都带有类似兽爪的小尖尖，很多人都被它可爱的颜值所吸引。很难想象，在熊童子可爱的外表下，它的身上会散发臭味，尤其是在阳光好、通风不佳的环境，那种味道就像几天没有洗的臭脚，让人上头。如果花友们实在很喜欢，建议放在室外或者通风好的阳台养护。 3. 玉蝶。玉蝶肉如其名，整体造型呈连座状，叶片层层叠叠，颜色似青玉，叶片如蝶振翅，堪比牡丹花开，颜值真的没得说。但这个品种的抗热、抗病能力比较差，夏天很容易得黑腐病。好多花友家里的玉蝶，春天、秋天都没什么事，一旦进入夏天，叶片就开始莫名其妙的黑腐。通风较差的家庭环境和南方较为潮湿的地区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。 4. 光棍树。光棍树这种多肉在市场上极为常见，几块10几块钱就能买一盆。不仅仅在专卖多肉的店铺有这种植物，普通花卉店和小地摊上也经常能看到它。光棍树属于大戟科的多肉植物，这个科里的大多数花卉品种都有毒，光棍树也不例外。我们掰开光棍树的枝干，会看到伤口上涌出大量的乳白色汁液，这个汁液里面就含有毒素。如果不小心将汁液粘在皮肤上，会引起红肿、瘙痒等症状，若是滴在眼睛里，甚至可以引起永久性失明。因此，不建议有小孩或者宠物的家庭养光棍树，以免引起中毒。 5. 桃蛋。桃蛋的叶片形状酷似一个小蛋，因此得名。它的颜色通常是粉红或桃红色，给人一种可爱的感觉。然而，这种多肉植物的难度可不是一般的高。桃蛋对温度和湿度要求非常敏感，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叶片枯萎或腐烂。与此同时，桃蛋也需要较高的光照，但又不能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很难把握好这种植物的养护要求。 6. 小红衣。小红衣是另一种让我头疼的多肉植物，它的名字来自于其叶片呈现出的鲜艳红色。虽然小红衣在绿植中很吸引人，但它的养护难度较高。小红衣需要充足的阳光和适度的温度，但不能暴露在过热的环境中。它对于土壤的要求也很挑剔，需要良好的排水性能。一旦土壤过湿，小红衣容易生根腐烂。另外，它也容易受到虫害的侵扰，如蚜虫和螨虫，这给植物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威胁。 7. 紫池莲华。紫池莲华是一种外形独特的多肉植物，其叶片呈现出螺旋状的排列，形似盘莲。然而，紫池莲华的养护难度相对较高，它需要较高的光照，但不能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，也需要适度的湿度。过度浇水会导致其根部腐烂，而过度干燥又容易引起叶片干枯。此外，紫池莲华也容易受到真菌和虫害的侵袭，需要定期检查和防治。 8. 婴儿手指。
婴儿手指的叶片形状呈现出纤细而延伸的手指状，非常迷人。然而，这种植物的养护难度也非常高。婴儿手指对于温度和湿度有着严格的要求，需要稳定的温度和适度的湿度才能健康生长。过度浇水或过度干燥都会对它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。此外，婴儿手指也容易受到蚜虫和螨虫的侵袭，需要加强防治工作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。你会把多肉植物拉入黑名单吗？喜欢本期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。